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祈福交通中心边上，从这边呢骑到四广路，这边就是东环碧道了。进到这个里面来说，显得比较凉爽啊。现在来到河的这一边啊，这里就是朗塘村村口的一个绿地公园了。这边呢就是招商蛇口它建的一个叫易富的，算是创意园区吧。好，现在又回到了四广路上了。嗨，大家好，下午2点多钟了，这个天终于出太阳了。这几天因为红霞台风来袭，虽然在广州边上擦肩而过，但是还是给周围带来了刮风下雨。据说正中心在惠州那边也因为强台风受到了一些影响，但广州这边呢，就根本不像预报的那种有强降雨、刮大风啊，只能说受到些小小影响而已啊。但是却是这几天呢，但凡我要出门，要不就在路上淋一阵雨，要不的话呢，刚下楼取了单车就下雨了，所以基本上没有办法出去骑行的状态。现在我看出了太阳了，还是打算出门就近去骑一下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打算从学院路这条马路骑出村外去啊，孩子们都放假了，所以这条路也显得安静了不少。现在我在祈福缤纷汇商业街边上骑行，这边也是因为下雨了，就专门开着车到商业街来吃饭，顺便也买些东西回去。然后我就打着伞啊，在雨中呢，走了一段，就别有一番景象啊。我感觉即便是下雨啊，在祈福缤纷汇的那些连廊下面啊，还是有很多可以避雨的地方，并且呢，可以通过架在马路上的连廊，可以去到缤纷汇马路的两侧，还可以去到大会所，从大会所呢还可以直接去到祈福集团的办公楼，最终呢可以去到祈福交通中心。这一路呢还是可以不用淋雨啊，就可以逛很多地方。那其实呢，在缤纷汇的地底下，就现在我骑行的马路底下呢，也是有地下的通道，可以连通到交通中心的。我上次专门还走了一遍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祈福交通中心边上，从这边呢骑到四广路去。这个地方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巴车。
原本这些公交车啊，应该就在交通中心门前啊，有些站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都停到了这个地方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转到了市广路上了，我的右侧就是市广路的地铁站。原本我记得这些村外的巴士啊，都是在交通中心门前停靠的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停得乱七八糟。既然来到了市广路上，我就沿着市广路继续往前走一段吧。右侧这一些原本的豪车的 4S 店啊，最近位置都不算好过。一个是现在油费太贵了，所以很多人选择买电车。你看村里那些蓝牌子的啊，就是加汽油的车呢，大部分都是停在村里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国产的车啊，在造型性能方面呢，也有了很大提高，这可能也是造成了现在这些进口的品牌车都必须降价，否则的话呢就很难卖出去，甚至有些车呢直接降了50%都不止。原本呢我是想左侧的东一路那边骑进去的，遇到一个红灯，我想着还是算了吧，我直接往前骑一段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在丹山河绿道上再骑回来。我看右侧有一个4S店已经撤了。右侧是番禺区人民法院，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事要去南方法院，从来也没有跟他打过交道。从这边呢就到了大罗塘村的地界了，前面有个大罗塘的都宝城。台风的余威还在啊，这个天还是阴的，风好像还在刮，也不知道等一会儿什么时候又会下起雨来啊。这里村庄是一个接一个，马路的左侧一整排的应该叫左边村了，然后再往里面呢就有懒塘村。好，现在呢，我骑进这条迎新西路，其实就是左边村边上的一条马路。往前走呢，可以找到丹山河绿道。我们沿着丹山河绿道去走一段。左边就是左边村了。
每次来到这边呢，就看到这个丽亭花场啊，这边真的有不少花卉了。番禺这个地方呢，以前就是旧的市政啊，然后有很多农村地带，所以这个地方这些建筑物啊都已经老了。然后你看，以前也建了很多的类似公屋这样的房子，在这条丹山河边。那以前这些河道呢，年久失修，也没人管啊，都有些发臭了。那这些年呢，就要把这些环境治理好，就在进行清淤，然后也会把两边的一些环境搞好。当然，它也是一段又一段的来建设的，所以期待以后呢，这边会变成真正的绿道。但是过了前面这个路口呢，对面就是东环碧道，也叫丹山河碧道。我们进去穿行一下，但是我先走它的右侧。这边就是东环碧道了。进到这个里面呢，就显得比较凉爽啊。一个是今天本来就是阴天，另外一个呢，你看啊，这边的树木啊都可以遮头了。这个地方有很多农田啊，就属于那种水稻的试验田啊。甚至是给小朋友到这边来观光啊，农业观光，学习一些农业知识的地方。有时候我就经常会到这边来驻足观看一下。这个试验稻田呢，基本上都已经割完了，但是好像又种了一些新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然后就搭了一些类似凉亭吧，让大家到这上面可以去坐一坐，休闲一下的地方。在居民区的附近啊，我的意思，走路或者骑车能够到的地方呢，有这样一些比较原生态的道路、绿道、河边，包括这种稻田边上来走走，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需要啊，就是调节一下身体，调节一下心情。这种地方其实我觉得蛮难得的啊。很多走车河的对面，专门有人在河道上除草。
你看啊，这里有个小的水闸来控制水流的，吸引着不少人到这边来玩耍。现在来到河的这边啊，这里就是懒塘村村口的一个绿地公园了。我的左侧呢就是懒塘村了，但我觉得今天没有必要再进到里面去，我们就在外面随意走走吧。继续沿着这条水道往前走一下，我们等一会儿去到懒塘村的另一个门的地方呢，就打算跨过马路啊。那个地方是李仁洞村马显棚庄，正在进行拆迁过程当中啊。应该已经好久没来了，看看那些回迁的房子到底建成什么样了。左侧这边呢是懒塘村的一个村口，我们转过来看一看啊。对面已经在起高楼的地方呢，就是李仁洞的一个附属村，叫马显棚庄了。现在我面这地方呢，就是星光快速路终点的地方。现在我前面的就是李仁洞村的马显棚庄，这里好像都拦了起来了，那个施工的状态。我们看看有没有路可以往里头稍微走一下。基本上就是一大片的工地了啊，戳起了2栋楼，不知道是不是回迁房。整片村庄呢都基本上已经拆掉了，还留了几栋不愿意拆的人家。总之呢，这边一个古村又消失了啊，取而代之的呢就是一片新的楼群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从这条星光快速路边上的步道上骑回去。好，我已经回到了东义路上了。等一会儿在前面呢，骑到东义路马路对面去。这段路呢，骑过很多次啊，坑坑洼洼的，这次也修理过几次了，没多久又损坏了。现在准备骑过东义路。
这边呢就是招商蛇口，它建的一个叫易库的，算是创意园区吧。那结合着它发展的一个楼盘，所以这边呢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个街区了。这个连锁的普瑞眼科医院好像还在啊，不知道经营的怎么样。但凡这些盲目扩张啊，延伸到社区的医疗连锁机构啊，现在日子都不甚好过。主要呢就是中产阶层缩水了，就原本那些踮踮脚才可以到这个地方来置业生活的中产阶层呢，现在面临的房价下跌，贷款呢不能少还啊。最主要是他们的工作呢质量或者说价值体现没有以前好了，所以面对家里的开支啊，就不得不精打细算啊，尽可能的压缩一些在他们认为还不是急需的一些开销。所以小孩子的教育可能不能少，但是保健内容或者什么家庭旅游的休闲的这些钱呢，能省则省。可以看到这个金山谷的商业的街区啊，都有些老了啊，但是很多店呢尽可能的还开着，感觉呢就是有些萧条吧。这里有一个宏安幼儿园啊，是一个私立的幼儿园，其实也是连锁的，我在其他地方也见到过，目前还是开着的状态。沿着东一路啊，已经骑了一阵了。我的右侧里面呢就是金山谷这个低密度的社区，前面呢就是金山谷学校啊。最近呢，因为没有小朋友上学，所以这条路上显得比较安静。好，现在又回到了4公路上了。
右侧呢是市广路站的 A 出口。我相信再过个5年左右，应该另一条地铁26号线就会跟这边有换乘，也就是说呢，以后交通会更加的方便。对于一个郊区的地方，这边老百姓呢也从摇出头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。右侧这块地方呢，据说也是规划用地，以后也会拆掉进行综合体的开发。那我估计呢，26号线的站台就应该在这个下面正好赶上一个绿灯，现在横过市广路，准备进村了。看来今天运气还行看这个天色时阴时明的最终呢，感觉有点风，但并没有下雨。现在呢，已经回到了村里了，现在准备从这边就骑回家去了。今天没什么目的就纯粹是健身骑行一下，去那些已经有段时间没去的，像大山河绿道这边呢去走一走，但主要呢只是为了骑下车，活动一下身体或者说锻炼一下身体，只是如此而已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回到缤纷汇了昨天还在这条马路上走过，我的头顶就是这条连廊。很多来讲只要你在起伏生活，如果是慢节奏的话呢，我觉得一切都还是比较方便。无论你是要进城，可以搭地铁，或者呢你可以只是在村里的商业中心里面购物用餐，哪怕是一些休闲活动都是没问题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在这个村里还是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生活的需要好了，今天只是随意的骑行一段而已，分享给大家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